来，我帮你检查一下，疼的话告诉我。医生，嗯，我的病是不是不太好？刚做完手术，还需要一段时间恢复。你别让丁小莹她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你不用担心，我同事会一直帮他找眼角膜供体，警察也帮你排除了嫌疑。我希望你们俩都好好的，一起出院。谢谢你。回家，咱爸一大早就起来忙活了，做了一大桌子都是你爱吃的菜。哎呀，可是我这一出院，咱爸又得催咱们赶紧生孩子了。回家，你呀真不能怪咱爸。你看啊，咱俩呢都快40岁了，连个孩子都没有，这搁哪个老人身上他不得着急吗？我不是怪咱爸，我就是……乐乐，哎，乐乐慢点，乐乐，哎呦，没事吧？啊，没事没事。那好，没事吧？你没事吧，乐乐？哎呦，没事吧？没事没事。走，回去，回去！哎呀，这回去！哎，这个出租车司机又回来了，人刚走出医院，被一小孩撞了一下，就昏倒了。被一个小孩儿。哪吒，我们给他做了心电图，没有发现心律不齐，所以之前的判断错了，不是因为聪明药。现在考虑，应该是患者血液中的血栓引发的脑栓塞。我们给他做了动静脉超声检查，没有发现异常，所以现在还不知道血液中凝块的来源。会不会是蛋白 C 缺乏？跟异常抽搐的症状不符。哦，我想起来了，我之前听患者家属说过，几个月前患者曾经连续服用过克罗米芬。为了促排卵怀孕。没错，后来他觉得不舒服就停了。过量服用克罗米芬的确有增加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子宫内膜癌会导致血栓，然后中风。我去给他安排一个子宫 B 超。子宫内膜没有变厚，也没有发现块状物，那是不是就是没事了？从 B 超上来看，没有发现癌症的迹象。我就说了，咱不会这么倒霉的。医生，那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待会儿请妇科医生会诊，让他们做一个子宫内膜诊断性刮宫。 B 超没发现异常，有必要做刮宫吗？你刚毕业啊？B 超对于微小癌组织的灵敏度你不知道？我的意思是，医生，我们做了安心。刮宫对人体损伤很大，你要有心理准备。会很疼吗？不疼的，我们会用麻药。没事啊，老公在这儿呢。医生，我们做。肖医生，我老婆要是真得了癌症的话，她还能活多久啊？您先别担心，子宫内膜癌早期的治愈率是很高的，而且现在我们只是怀疑，具体还要等刮宫结果出来，也许根本就不是呢。你是马慧珍家属是吧？是，我是她丈夫。刚给患者诊断性刮宫时未见异常，但超声发现肝脏有一块地回声，腹腔有液体渗出。什么意思？这是？现在肝脏有一块阴影，腹腔有液体渗出，必须尽快明确这块阴影是什么。我们会给患者安排腹部的核磁共振。我想去看一眼他，就一眼。你现在还不能下床。这是一点儿都看不到了吗？等他找到合适的眼角膜，就能看到了。你有什么想说的话，我们可以帮你转达。
算了，不打扰他。那你好好休息。让他自己待会儿。唉，我真不知道是该感动还是心酸。为自己喜欢的人心甘情愿的付出，他一定是幸福的。所以之前的方向一直错了，问题不在子宫里面，所有的根源都在肝脏里。但是现在看不出是良性还是恶性，安排活检。可肝脏肿瘤不会造成异常抽搐啊，肯定是有别的原因。普通的肝脏肿瘤是不会造成异常抽搐，但他服用过聪明药和克罗米芬，也许这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副作用呢。也许，医生就不能用也许来诊断。那现在就放着他肿瘤不管了？那怎么行？该做的治疗和检查都得做，不然肿瘤恶化怎么办？没错，你们俩呢就做好你们的例行公事，把困难的解密工作交给我。行，我就看你能解出个什么惊天大秘来。等着吧。肝上有肿瘤啊？是良性的、恶性的？还是要进一步检查才知道。一般肝脏肿瘤很难引发异常抽搐，所以白医生认为患者可能还有其他疾病。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表现自己呗。谁让白医生能力就是强呢？当然也就骗骗你们这种无知的小护士。我觉得患者现在的情况，搞不好跟她怀孕生孩子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啊？她不是为了怀孕吃过克罗米芬吗？谁知道有没有吃过其他的药？现在这些助孕药、避孕药什么的都是激素，吃多了肯定有问题。这雌激素可不敢乱吃啊。怎么了？想什么呢？没什么，吃饭呢。肖医生，我有件事想跟你说。算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那等你想说了再说吧。那我还是说吧。那个异常抽搐的患者一直在服用避孕药。避孕药？她不是应该服用助孕药吗？助孕药是她老公跟她公公逼她服用的，她自己不想生，所以又私下偷偷服用了避孕药。我在想，她的异常抽搐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她服用的是什么避孕药？这个患者没说，只是说是避孕药。有些避孕药服用了确实会导致抽搐，咱们得问清楚。走。如果因为以前的经历，您不想怀孕瞒着家属，这些我们都理解。但是现在为了您的健康，我需要您告诉我，您到底服用过哪一款避孕药？对不起啊。唐医生也是担心您的病情。我没吃过避孕药。您老公现在去缴费了，您可以说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如果您不想让家属知道，我们可以替您保密，这是您的权利。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真实的信息来诊断你的病情。是啊，您想呀，您现在肝上有一个团块，不能排除是恶性肿瘤啊。你少吓唬我，我吃个避孕药就得肿瘤了。这个真的不是在吓唬您。既往病例显示呢，长期服用某类避孕药是有概率造成肝细胞腺瘤的，而且它会影响人体的多巴胺系统，造成异常抽搐。你说的这些是有概率的呀，那也不能确定就是避孕药引起的。现在呢，不管肿瘤跟避孕药有没有关系，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但是可能需要切除您一部分肝组织。你不想被白白切掉一块肝吧？哎呀，我吃避孕药这个事儿，要是让我老公和我公公知道了，我们家以后就再也没有消停日子过了呀。您再相信我一回，这回我们肯定替您保密。我一共就吃过2种不一样的避孕药。
医生，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款比较安全的避孕药啊？你还想吃避孕药啊？不管这次的检查结果如何，肿瘤跟抽搐是不是跟避孕药有关，你都不能再吃了。市面上的避孕药或多或少都有激素。你一直在吃避孕药，老公，你什么时候来的？说话！哎，你说话小声点，这可是 EICU。老公，我一会儿跟你说。医生，你们是说他的病跟吃避孕药有关系是吗？我们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我知道了，我想跟我老婆单独说会儿话。这里是病房，患者他还病着，你说话注意点，他情绪可不能太激动啊。我不会的。你们聊吧。老公，对不起，我不该瞒着你的。你就是我不想跟我生孩子。不是这样的。你这是在干什么？我不是。你是嫌弃我，嫌弃我还是嫌弃你家？你到底在干什么？我不是，我是害怕。老公，你过来，我慢慢跟你说。你记得咱们刚认识的时候，我跟你说，我爸是意外走的，对吧？其实我没有跟你说实话，我爸他是生病，血液有病走的。这是个遗传病，只传男孩。我虽然没病发，却有这个基因。我们将来万一生个男孩，眼睁睁看他受苦，我会自责的呀。我真的不敢生孩子，我不敢生。老公，你不知道，我一想到孩子生病，那个画面就像噩梦一样。我不要，我不要。我知道，好了，我知道了，我不生，我知道，好，我害怕。我知道了，有老婆在，有我在，我知道了，会不会是大脑器质性病变？CT 核磁都做了，没有器质性病变。整天想着表现自己，可到了关键时刻还得靠实力说话。说什么呢？那位抽搐患者的病因，我们肖医生已经基本上查清楚了，比某些只爱吹牛的人强多了。什么病因啊？他偷偷吃了避孕药。唐欢，咱们答应过患者的。可是人家家属都知道了，咱们还有必要隐瞒吗？避孕药不是助孕药吗？人家有心结，不想生孩子，所以瞒着家里人偷吃的。长期服用某类避孕药的确会诱发肿瘤和抽搐，但想要确诊，还要等更多检查结果。你有什么其他意见吗？等结果吧。有点恼羞成怒的意思啊。徐医生，这是你的患者，你来安排吧。好。慧珍呢？
你爸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们说呢？是我不好，我知道你跟爸都特别想要孩子，我要是跟你们说不生的话，你们不会答应的。我是特别想要一个咱俩的孩子，咱爸更想要，但是这个事情你应该告诉我们，这样咱们才能一块好好的解决这个事情。怎么解决？解决不了的。那就不要了呗。咱们俩这么多年了没孩子，不也过得挺好的吗？那爸不会同意的。没事儿，没事儿啊。我去跟爸说，兴许时间长了，他也就不惦记了，就放弃了。你真的能接受我不生孩子吗？挺难的，但是我为了你，我愿意努力的去试一下。没事啊，先把病养好了。没事，别哭了，没事啊。儿子，你怎么跑这儿来坐了？我透透气儿。透什么气呀？进去，进去。您让我自己在这儿坐一会儿。好吧，老爸陪你坐一会儿。儿子，他那个肿瘤肯定不是恶性的，你别想那么多。你记不记得咱们隔壁楼上那个李奶奶，她的肝上就是长了个肿瘤，后来切了，现在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还指望慧珍身体好以后给咱们生孩子呢。爸，要是慧珍的肿瘤它就是恶性的，她以后再也生不了孩子，您是不是就不认了这个儿媳妇了？不要说那些不吉利的话，怎么会是恶性的呢？我是说，如果不就是个瘤子吗？切了不就完了？哪儿来那么多如果的？退一万步讲，要真是个恶性的，那还生什么孩子啊？该咋治咋治呗。慧珍进咱们家这些年，对你对我都是尽心尽力的。我呢，年纪大了，是想抱个孙子，可老爸也不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有什么能比命重要啊？我呢，想开了，儿孙自有儿孙福，至于生不生孩子，你们自己决定吧。从今往后，老爸再也不会催你们生孩子啦。啊，咱们快去看看慧珍吧。哎，走，爸，我给你拿。慢点啊，爸。哎，徐医生，我老婆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肝脏增强磁共振，结果显示是囊肿破裂出血，严重吗？囊肿是良性的，可以通过手术治愈。哎，爸，
你先帮我去照顾一下慧珍，我有些手术方面的问题想问一下医生。啊。徐医生，囊肿是因为吃避孕药引起的吗？有这种可能。我爸那边，我们都没有跟他说慧珍吃避孕药的事儿，所以放心吧，我们不会说漏嘴的。谢谢啊。那就请你们尽快签了手术同意书，我们好给他安排手术。好的。徐然，那个异常抽搐的患者确诊了吧？是避孕药造成的，没错吧？不刚跟你说完吗？你什么记性啊？沈一都成3胖子了，就别再给1棒子了啊！什么意思啊？小品台词。老年人。咖啡怎么那么难喝？豆子你买的？哎，心情不好，咖啡也这么难喝。自己能力不行，怪谁呀？看吧，又被你给气跑了。该。肖医生，这是2床的用药记录。怎么回事？我刚给他换药，他突然就腹痛了。哪不舒服？这病几天没排，肚子都厉害。手拿开。啊！复查腹部 CT。哎，依然。哎，主任。哎，香叶和白竹呢？他们去给一名患者做检查了。哦，他俩一起。患者的情况比较紧急。没事，我先走了。你去。肠系膜血肿，肠腔扩张，腹腔积液。母亲啊，我这是怎么了？腹腔会不会还有进行性出血？有可能。哎，但患者既往有房疝病史，还要排除一下肠系膜动脉栓塞。复查增强 CT。好。白医生，你说的没错，确实是肠系膜动脉栓塞。这样的话，简单止痛和补液就不能解决问题了。林志，联系胃肠外科，准备2次手术。好。手术中，患者的肠系膜多发渗血和血肿，位置太广泛了，我们没有办法手术中完全解决。我们将最明显的肠段已经切除了，但是已经出现了肠坏死，切下来的肠段都是黑的。人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小叶，小叶，小叶！你情况怎么样啊？还在昏睡当中，血糖浓度低于2.8，连续值了几个大夜班，劳累过度导致低血糖，刚推了高糖。回来了。行，那你费心照顾他，有什么情况呼我大家。先去忙去吧。走啊，走啊。
嗯嗯嗯嗯。肖医生，你醒了，你都累得低血糖了，刚给你注射了葡萄糖，现在感觉好点了吗？没事儿，你去忙吧。那你好好休息啊。我我就知道你在这儿。谁让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呢？你见过这么帅的蛔虫吗？夜深人静的医院，孤独凄凉的男人，真是相映成趣啊！哎，你说你不去你初恋情人那儿献媚，你跑来我这儿干嘛呀？你别老初恋情人、初恋情人的，人家都结婚怀上孩子了。哦，听出来了，这言语中啊满是酸楚。别想笑话我了，走，陪我吃点东西。我不饿，我也不饿啊，我就想通过美食刺激一下自己，分泌点多巴胺，愉悦一下我受伤的心灵。那你就自己去受刺激呗。我不，我就要拉着你一块儿。喂，许然，我不反想去。正你也是孤寡老人，不撒手。刚刚我给他测了血压，没什么问题，但是体温还是有点高。好，儿子，哎，爸，来了啊。来了。哟，醒了，慧晨醒了。慧晨，你辛苦了啊。医生说了啊，你这个囊肿就是因为避孕药引起的，以后不准再吃了。嘀嘀咕咕的说些什么呀？爸，我跟慧珍说啊，你看看她没事了以后啊，心里特别开心，都乐开花了都。别老编排你爸，哎，我这不是夸你呢吗？咱爸也不逼你生孩子了。我呀给你们煲的粥，桂圆莲子，早生贵子。啊？哟，瞧我这个嘴，收回收回啊！桂圆莲子滋阴补虚，给你喝的。哎，爸，医生说了，刚做完手术还不能吃东西。爸，啊，给那个姑娘盛一碗吧。哦，那位姑娘，你别担心，你一定会找到合适的眼角膜的。医生，我的病是不是没得治了？你不要多想。明白。那我还有多长的时间？
还可以通过补液、血透等方法治疗。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把你给治好的。谢谢你，医生。丁小英她怎么样了？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角膜。今天怎么样？还好，比昨天还多喝了半碗粥。多吃一些是对的。还没有合适的眼角膜吧？哦，我们还在找，不过会有的。你看，你隔壁床那个患者得了那么奇怪的病都治好了，刚刚还看她老公推着她在院子里晒太阳呢。你没问题的。我就是还不太习惯看不见阳光。以前我最喜欢坐在窗前看看阳光了。哎，对了，警察把那个色狼抓走了吗？没有人再受害了吧？警察已经抓到罪犯了，不过不是和你一起送来那个患者。那个患者是好人，他是为了抓罪犯。抓罪犯？他见义勇为了，后来警察还表扬他了呢。那他没事吧？我看他那天伤的还挺严重的。他没事儿，都是一些皮外伤，很快就好了。那就好。是我误会他，还让警察抓他。真想跟他说声对不起。他已经出院了。不过我们会替你把歉意带到的。谢谢你们。希望我没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吧。医生，我想把我的角膜捐献给他，这样他就能和我一起看看世界。拜托了。很抱歉的告诉你，根据角膜捐献规则，角膜的捐献不能有指定项，无论是捐献人还是受捐者，都必须走完一系列完整的流程。但如果你真想把自己的角膜捐献给任何一个你不认识的人，给他们带来光明，我可以帮你联系。我相信丁小莹，她也一定能找到像我这样的好心人。再喝点水。我好像能看见光了。慢慢来吧，你很快就会恢复好了。他很幸运啊，这么快等到合适的角膜，手术也那么成功。是啊，但罗光良就没那么幸运了。手术的时候，我们发现肠系膜多发渗血，引起了腹膜炎和肠坏死。后来又出现了脓毒症，引起了多脏器功能衰竭。这种情况死亡率非常高。这么年轻，可惜了。哎，你说罗光良的角膜会不会正好移植给丁小英？而他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会有一丝不一样的东西。角膜的申请和捐赠流程非常复杂，不可能那么快配对成功。哎，你说你身为一个医生，说出这么不专业的话，你以为自己演偶像剧呢？啊，那么多巧合。就你最理性，喜欢萧燕也不敢表白。你看罗光良，喜欢丁小英，到最后都没说出来，结果就是遗憾终生。哎，你自己也说了，生活不是偶像剧，能不能不要把事儿搞得那么矫情？直接说不完了吗？
喜欢他就去告诉他。你看我干嘛？跟他说。白医生，哎，你身体怎么样了？你今天什么时候交班？我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跟你聊点事情。啊，行啊，刚好我知道一个地方，我带你去。嗯。怎么样？这儿风景还不错吧？你单独约我出来，一定是有特别重要的话要说吧？你是不是喜欢我？我是喜欢你。白医生，我觉得你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了。可能你很享受这种被人议论的生活，但我不是。我不喜欢被人指指点点。如果之前做了让你误会的事情，我跟你道歉。但我跟你就是同事关系。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拒绝我。我心里还有放不下的事情。我接受不了别人，任何人。你心里的事儿我不会问你，那是你自己的秘密。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告诉我。啊，堂堂铜山医院心外一把刀啊，我就不信了，打不开你的心。我身体刚恢复，我先回家休息了，先走了。Catherine, if I go back to Switzerland, can I still work at the hospital? Shirley, is that true? Yeah. That's really great news. We felt so sad when you left. I'll apply for the hospital board tomorrow. Wait for my message. Thank you, Catherine. “好了，体温36.8，正常啊，血压也好了呢。谢谢你，江医生。我是江护士，都一样啊，都是救死扶伤的。这大妈怎么了？啊，白医生，张大妈慢性心衰，来咱们这儿做颈椎的复发。江医生可细心了。大妈，心脏不好啊？就是慢性心衰，老毛病。我给你听听。让白医生给你检查一下啊。来，你听，慢点。哎，小医生回来了，恢复怎么样啊？我没什么事了。大妈，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症状啊？没有什么新症状，我就是来开药。行，你深吸一口气，再吸一口。
大妈一般使用多少剂量呋塞米？40毫克，都是静推。药量也没问题啊。大妈，我听到你右侧的肺里的呼吸音很低，然后有失罗音，我建议咱做一个 X 光检查一下。X 光？那就不要做了吧。是那失罗音是吧？对。我以前检查的时候也有，不碍事的。可检查一下也放心啊，是不是？这不麻烦了。我这打完针呐，回去还得给我大孙子做饭呢。啊，对了，江医生，我今天打针打这胳膊行吗？我这胳膊都肿了，疼了。江护士，你先等着，我给你拿药去啊。江医生打针特别好，又快又仔细。您接着躺着，您等着医生回来。您先躺下。哦。我建议他还是应该做一个 X 光。你是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就是觉得他这个右肺的失罗音可能不大对劲。可他不愿意做检查。我知道，要不然你再去试一下，他相信你可能会听啊。好，我就跟他说。哎。大妈，检查结果出来了。没什么问题吧？啊，有一点小问题。从这个 X 光上看啊，您的右侧胸腔呢有中等量的胸腔积液。积液？那以前检查的时候没有啊，严重吗？现在还不好说，有可能是因为心功能衰竭引起的。这个胸腔积液啊，对你的呼吸很不好，所以我建议啊，做个有创操作，用针管把里边的积液给抽出来，再拿去检查一下。等等。哦，你说是在我肺上扎一支针管？可以这么理解啊，但你不要害怕，这个操作非常简单。这简单也是个手术啊！哦，你拿针管扎到肺上，那多伤元气，那多伤身体呀！再说我现在什么呼吸了、喘气，我也没事，我不做了。哎，大妈，你先安静。大妈，这个胸腔积液长期在身体里是不好的。护士长，你说呢？我是觉得他的积液也没有那么多呀。虽然积液没有那么多，但总归是不好的啊。大妈这个年纪，为了以防万一，做个检查肯定是好事儿啊。我是觉得白医生说的没错。大妈，你看啊，我们2个医生都说了，这个检查是要做的。江医生，我真要做这个手术吗？这不是手术，这是一个有创的操作。做了这些，我们才能排除一些问题。这样的话，我们放心了，您不是也安心吗？那好吧。给大妈签一个知情同意书。大妈，马上给您安排。啊。哦。你躺着等啊，来。其实也可以保守治疗的。你还是觉得积液量不大，没有必要做这个检查？张大妈身体一直不好，取积液确实会对她的身体造成影响，而且积液并没有干扰到她的生活，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你说的也有道理，但她这个年纪的人，把积液取出来做一个检查也比较保险。我还是想保留意见。当然可以。哎，你这2天休息的还好吗？你平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要是没休息好，可以多休息一段时间。我去忙了。啊。那血氧只有80了。氧容量调大。哎呀，我说不上劲儿。是啊，没事。我疼死了。右侧气胸，去准备一下胸腔穿刺包，还有鼻水引流装置。这就好，医生会帮你处理的，没事啊。是。大妈，您气胸了，有呼吸衰竭迹象啊。
一会儿我会在你胸口插一根管子进去，把气体排出去之后呢就好了。你不要紧张。别紧张啊，没事儿没事儿，医生这就帮你处理。我这是怎么了？就是来医院打个针呢。鼻头卡烟。哎呀，廖医生，你去联系一下放射科，准备做一个超声 X 光。好。干嘛？要打针了，可能有一些疼，你忍一下。肖医生，麻烦搭把手。真不该给他做那个胸部穿刺。患者气胸应该是之前肺大泡破裂引起的，胸腔穿刺的位置很好，所以应该不是穿刺的问题。你不知道，他身体一直挺虚的，真不该给他做那个操作。等结果出来吧。胸水培养结果里发现了癌细胞。怎么会？他肺一直挺好的，怎么就成肺癌了？他这个年纪是肺癌的高发期。白医生，你之前坚持给他做检查是对的。诊治疾病很重要，但患者的生命质量也很重要。你们是从患者的角度出发，设身处地的替他们着想，这一点我该向你们学习。现在得有一个人告诉他结果，护士长，你去吧，他比较信任你。好。婆婆，检查结果出来了，不是太好。没关系的，我们陪着你，好不好？配合医生。我一会儿就给家里打电话，好吗？放松。好姑娘。家属不在啊？他们出去吃饭了。感觉怎么样？好多了。伤口还疼吗？刚醒来的时候有点疼，现在没事了。你不忙啊？跑我这儿来？忙啊，忙也得来看你啊。怎么，你不想让我来？我是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那我也得来。我可是你的主治医生。是啊，谁能想到，竟然是你给我接的诊。我们有多少年没见了呀5年零3个月。我都记不清了。你刚做完手术，需要多休息，少说点话啊。我帮你把床放平。哎，你们干什么呢？妈，患者需要多休息，我帮他把床放平。正好你们来了，交代一下术后事项。不是之前都交代过了吗？再交代一遍，免得有什么遗漏。患者是孕妇，更得多加小心。哎，爸，你怎么了？血液气分析正常，心电图显示3导联 Q 波 V4到 V6，ST 段压低。哎呀，打住！你说这么多，我也听不明白。你就说我老伴儿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是啊，我是什么病呀？简单的说，就是心绞痛。是心脏病吗？我没得过心脏病啊。是啊。你们先不要着急，心绞痛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心脏病，而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哦。抗血小板狙击，扩关治疗。好。进。徐老师。
哎，小金他公公怎么样了？有好转吗？没什么好转，而且肩突下疼痛和后背疼痛还越来越严重了。3小时了，不应该啊。是这里疼吗？是这里吗？啊，我难受，还是感觉疼吗？哎呀，你没听他在哼哼吗？患者家属，您先别着急。我怎么那么着急呢？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越治越疼了呢？有些药的起效比较慢，搞不好还有并发症呢。你别替他说话，我看他就是故意的。去，你看我干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跟我儿媳妇。够了！你要再打扰我治疗，我就请你出去了。难受啊！再复查一次心电图，另外再检查一下心肌酶谱和肌钙蛋白，结果出来找我。好。哎，你怎么就走了呢？你患者家属，咱们先做检查吧。什么医生啊，这是！干什么呢？这件事儿，表白失败了。哎，你帮我看个病人。走啊！徐老师，什么情况啊？患者双肺呼吸音粗，没有干湿性罗音，腹部盆隆，中上腹压痛阳性，无反跳痛及激颈症。就这么点本事，还当医生，还不得靠人家？我们复查了2次心电图，结果都一样。窦性心动过快，3等联克波 V4到 V6，ST 端压低。没有急性心肌梗死 ，ST 端波的里面规律吗？没有。心肌酶谱查了吗？查了，阴性。肌钙蛋白也查了，也是阴性。这样吧，先做个 B 超。B 超？但是剑突疼不用做 B 超吧？剑突疼不一定是心脏上的问题，胆囊炎或者胆结石的患者在发生胆绞痛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么说是胆囊的问题，急性胆囊炎，有可能是急性胆囊炎引起的胆性综合征。陈震，给患者做个 B 超，确诊一下。好。胆囊肿大，确实是胆性综合征。他这是什么病啊？啊，不是心脏病，哪个严重啊？胆性综合征呢，是由胆道疾患所引起的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心脏活动失调，还有心电图异常的一种临床综合征。这种病呢是一种继发性的疾病，但只要把胆道的疾病给治愈了，那心脏上的症状它也会消失。这个病呢它不严重，后续的治疗呢就交给这2位医生来负责就好了。我先走了。这位医生，哎，这位医生，你别走啊！哎，这位医生，你等等。哎呀，我觉得你比那个姓徐的厉害多了。以后啊，你就给我老伴儿看病好吗？家属，你误会了，我以前在书上读过，胆心综合征在胆囊术前很难确诊，它的症状跟冠心病非常像，很多时候在手术或者有效的胆道内科治疗以后，心脏症状消失，才能反过来确诊是不是胆心综合征。那人家这位医生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了呢？呵呵，说到底呀，还是水平不够。他们俩的水平的确远不如我。那你就别推辞了，以后啊，就你给我老伴儿看病。没问题，我之前呢也是心外一把刀，没有我治不了的病人。那就太好了。但说起来，其实也挺可惜的。之前有一次手术，不小心把手术刀落在了病人的肚子里，要不然我现在就是心外的主任了。唉，挺可惜的，太可惜了。刚才你那些话，吓得那老太太半天没缓过神来。谢了。不用谢，我又不是为了帮你，只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不过那老太太确实不好惹。小金有个这样的婆婆，日子肯定不好过。对了，你最近跟萧燕怎么样了？你管好你自己。话里带气啊。你不会是表白被拒绝了吧？哼，哎，我像是那种会主动表白的人吗？像啊，太像了。你快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表白的，又是怎么被拒绝的？去一边待着去。
你快说呀！你说，想要追到女人，就要死缠烂打，不要脸，不怕挫折，不怕失败。你这被拒绝一次，你就偃旗息鼓缩回去了啊！我看你连陈志都不如。这就对了嘛！哎，白珠，你这么赶去哪儿啊？我是。哎，我刚发现一家评价特高的粤菜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我不爱吃粤菜。哎，你怎么来了？白珠刚出去。我刚看到他了，他干嘛去了？着急忙慌的。我还说请他去吃一家米其林粤菜馆，他说他没兴趣，还说不喜欢吃粤菜。白珠不喜欢，我喜欢。走，在哪儿？带我去。行啊，你请客我就去。你还是带白竹去吧，粤菜哪比得上烧烤啊？不是啊，你还是没跟我说，白珠到底干嘛去了？我怎么知道啊？我又不是他肚子里蛔虫。你是不是蛔虫？你是狗头军师。反正你不说我也知道，我刚都看到了。萧燕下班走了，白竹肯定是去找他了。哎，算了，看你这么痴情，告诉你好消息。去，你能有什么好消息啊？白竹向萧燕表白了，但是被萧燕拒绝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白珠怎么说的？具体细节我就不知道了，去问白竹本人。我过2天请你吃大餐。择日不如撞日啊，张小杰。过2天。萧燕，我有话要问你。你问。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你的秘密不用告诉我，但你最起码得让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拒绝我吧，让我死也死得明白些。其实我没什么秘密，那只是借口。我拒绝你，只是因为我不喜欢你这个类型。我是什么类型啊？周身都是甜淡奶味的小奶狗。我不是。我才不是呢！什么意思？哎，喂，可以了。不就是又被拒绝吗？至于吗你？喂，好像小奶狗。萧生说的。真挺像的。像？不是。你说哪像？你说。你说。哦，我知道。在小奶狗眼中，看所有人都是小奶，是吧？你这个狗。行，咱俩谁也别说谁，都是狗，都是狗啊！怀疑别人有错吗？什么时候能放下你可笑的自尊了？永远不！喂，哎呀，太丢人了！喂。哎呦，老爸，你这又是抽什么风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哎，老爸怎么了？喝多吐一车，来，赶紧把他扶进去。哎呦我天哪，腰都快断了！哎呦。哎呀，我爸今天怎么喝这么多呀？他平常也不喝酒啊。你不了解你爸，他不是不喝酒，只是味道伤心处。行了，我走了。哎呦，明儿早上起来你帮我好好教育教育他，失个恋就这样，至于吗？太不男人了。哎，水主播，你还
没跟我说过我爸爸怎么失恋的呢？你才晓得。吃完饭自己刷碗。大人了还害羞。患者什么情况？肺囊性纤维化，右手无呼吸声，心跳过快，血压122/66，血氧86%。你现在情况怎么样？我也喘不过气来。肖医生，这是我的患者，那这个患者之前就在肖医生那儿治疗过。现在是我先接的诊。什么情况？妈妈带我去买菜，就突然喘不上气了。给他做个胸透。做 CT。听见了吗？你上次出院以后，病情是不是又恶化了？妈妈已经做过2次 ICU 了，在我们家附近的人民医院，他们已经把我的肺移植手术排到第1位了，可是一直没有合适的肺源。患者的右肺出现气胸，左侧的水泡音比较严重，去准备16毫米的胸管。不能用胸管，胸管侵入性太强了，应该用猪尾型导管。肖医生，我再提醒你一下，他是我的患者。他现在肺的情况很不乐观。你去啊！这次还能挺得过来吗？你现在情况不是很乐观。肖阿姨，你救救我妈妈！放心，我们会尽力的。我跟你说一下，等下你会有一些疼痛感，但是忍一下就好。白医生，你去催一下检验科，让他们先给封苗检查。哦。明明是肖医生之前治疗过的患者，他现在非得抢着接诊，瞎扯淡。白医生也是很好的医生啊。肖医生，我怎么觉得他现在对你态度有点不一样，好像挺凶的。工作。好。有个好消息，人民医院那边在南京找到了肺源，配型跟你很合适。现在医院那边已经把肺源送到了机场，大概2个多小时就能到我们这儿了。太好了，妈妈，有肺源，你就可以换上一个新的肺了。终于等到了。通知胸外科的张主任，准备进行手术。好。陈志，准备给患者上 ECMO。ECMO？对啊，患者现在的血氧量这么低，这样做可以帮他提高血氧量。肺源送到需要2个小时，手术至少需要4个小时。在这期间，我们要保证患者的供氧。好的。你等一下，白医生，你过来一下。你为什么要给他上 ECMO？ 刚才你没有听到吗？是我听到的，他的氧分压很低，而且还在持续下降。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旦上 ECMO 会有几率感染，到时候怎么办？他会错失肺移植机会的。我不会让他感染。肺源的维持时间只有12个小时，如果在肺源到达之前他感染了，到时候怎么办？不仅肺源没有用啊，他自己的肺也会出现问题，甚至死亡。我再说一遍啊，我不会让他感染。白老师，ECMO还用吗？废话，去申请。叔叔，我妈妈会移植成功吧？放心吧，一定会成功。我也认为现在上体外膜肺确实有点冒险。你是被肖燕给传染了是吧？病人要是真的感染了，你怎么办？有我在，不会被感染。德行，你好了没2天又这样，是该找个女人好好治治你了。我来治，我来治。不是你检验科的，天天往我们急诊跑，你们领导不管你啊？我们领导一向关心鼓励下属，没事就鼓励我多和其他科的同事好好交流。尤其是急诊科的白竹同志呗。没错，白竹，这是我自己做的马卡龙，你工作累了吧？你要不尝尝？你叫白竹啊？为了马卡龙，
我可以改名。不许玷污我们家白茹这么好听可爱的名字。白茹，吃一个尝尝。我不。这个以后工作的时候就认真工作，不要乱跑。我就是想给你送点吃的。哇，真是义正辞严啊！吵成那样，真的是。小心拉肚子。最新的检查结果。叔叔阿姨，怎么了？妈妈的肝功能指标一直在升高，是不好的意思吗？妈妈已经出现了早期的肝功能衰竭。那我妈妈还能换上新的肺吗？叔叔阿姨会尽力的，好吗？我想让妈妈换上新的肺。会的啊，不哭了。白医生，如果你现在把 ECMO 关掉，他的肝功能衰竭也许就可以得到缓解。患者现在需要 ECMO 提供的氧气，如果现在关掉，很有可能等不到肺源，他就会出现问题。白医生，你要我跟你说多少遍？我才是父母瑶的主治医生。但你不能拿患者的生命开玩笑。你认为我会拿他的生命开玩笑吗？他现在的情况很不乐观，你现在关掉机器还来得及。出现任何问题，我负责。什么情况？叔叔阿姨，快救救我妈妈！依依，相信叔叔，你妈妈不会有事儿。你先听话，出去等一会儿。走。凝血功能障碍，他现在肝功能衰竭的厉害，再加上我们给他输了抗凝血剂，损害了他的凝血能力。陈志，马上去联系血库，帮他申请冰冻血浆和血小板。好。他现在血小板只有50了，再这么降下去，他就没有条件进行肺移植了。可如果现在关掉 ECMO， 他就会死。当初要不是你坚持用 ECMO， 也不会有这种事儿。白竹，我知道你对肖医生有意见，可是咱们现在讨论是一个患者的生命。首先，我对肖医生没有任何意见。第二，如果你是在怀疑我的职业道德，那你就是在侮辱我。白医生，关掉吧。你真想让他死在这儿吗？还愣着干嘛？去联系血库啊！肖医生。都怪白竹那个自大狂，他自己自大也就罢了，现在把陈志带的也跟他似的，烦都烦死了。行了，人家陈志对你多好啊！好，你知道窒息的感觉吗？我现在就是。你别不知足了。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你知道他现在有多过分吗？每天早上晚上上班下班，他就开着那辆他租来的小破车，在那儿等我。我要不上车吧，他就像狗皮膏药那样粘着我。多好啊，起码不用挤地铁。这还没完事儿呢。每天早上他会给我打电话叫我起床，我把手机关机，他就给我打座机。我把座机线拔了，他还敢给我妈打电话。你这个就有点过了。等上了班吧，他就有事没事的就粘着我，就说什么要帮我呀什么的。其实把我的工作搞得一团乱。好不容易我能坐下来歇会儿，他就拿他那个什么茉莉花泡胖大海的水给我喝，根本不管我爱喝不爱喝。陈志也是为了你好嘛。你可得了吧！我喝了他3回胖大海，我拉了2回。可能是配方不靠谱吧。不过人家也是好心办坏事嘛。总的来说，我们陈志还是不错的。你喜欢呀？我给你俩撮合撮合。不用了，你自己留着吧。
姨，我有点害怕。依依不用害怕，没事的。爸爸觉得妈妈的病治不好，所以不要我们了。我现在只有妈妈，没有爸爸了。我不想让妈妈有事了。妈妈不会有事的，不是还有肖阿姨吗？还有白叔叔，还有那么多的医生阿姨都在这儿呢，还有这么先进的仪器，妈妈不会有事的。是不是我妈妈换了新的肺，她就能好起来呀？当然了。要是这个肺送不过来呢？那我能不能把我的肺给我妈妈一个？依依真是乖孩子。但现在我们小依依有更重要的事情做，就是等着妈妈醒过来。而且那个肺啊，一定可以送过来的，好不好？相信我们啊！我妈妈也是个好妈妈，她不告诉我，我都知道。她每天疼得直掉眼泪，但是她还是坚持给我做饭、洗衣服、照顾我。我不想让妈妈这么累。肖阿姨，我现在会自己洗衣服了。我想学做饭，妈妈不让，说做饭危险。等我长大，到10岁，我就可以给妈妈做饭了。等依依长大了，再给妈妈做饭啊，妈妈一定会没事的，放心吧。把2床的病历给我拿一下。人民医院跟我联系了，肺源10分钟以后到。肺动脉已离断，血管前。剪刀。支气管已离断，血管前。我要把肺取出来了，保持心率。好的。肺源。妈妈，你有一个新的肺了。是啊，让依依替妈妈担心了。我想等你病好了，我想给你做碗粥。好，那妈妈得早点好起来，早点喝上我们家依依煮的粥。哎，怎么样了？好些了吗？感觉比以前轻松很多了。那就好啊。谢谢你，谢谢叔叔。哎，白卓，你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小燕，你也来。你们2个最近在工作上产生的争执，这事儿我已经听说了。我们就是专业上的碰撞，很正常。再说了，那几个患者不也得到妥善救治了吗？我说的不仅仅是最近的几个病患，我不希望任何事情影响到咱们的工作，特别是医生私人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记住，在任何时候，咱们都是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主任，您放心吧，我不会因为任何事情影响我的工作。我也不会。哎，肖医生，谢谢啊。我坚持上 ECMO 不是因为针对你，是基于我专业的判断。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这么自信，我相信你。哦，还有，我知道我们就只是普通同事，所以在后面的工作上，我会把握好分寸。我先去忙了。好。
好一步志同道合，和好了。我们俩什么时候闹过矛盾啊？你这是反转了。他接受你表白了吗？白老师，陆主任让你去趟 EICU。怎么了？从外院转过来一名白血病患者，听说已经到晚期了，还没有找到配型成功的骨髓，所以陆主任想让你去一趟。行，我一会儿去。这个白血病患者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配型啊。他没有子女吗？有一个女儿，配型不成功；有一个儿子，说是不可来的。大爷，您今儿稍微好一点了吗？好点了。大爷，最好还是让您儿子来试一试，父子之间配型成功率很高的。医生，不用了吧？我不想再折腾了，我这辈子折腾的还少呢。丽君，爸，我们把他找来了。丽君，哎，你别激动，慢点啊。小瑞，你来了。这位先生是我爸的儿子。哦，是这样的，患者现在情况呢比较危险，需要尽快找到合适的骨髓进行移植。你要是同意，我马上可以安排配型测试。医生，不用了吧？爸，小瑞都来了啊。小瑞，你能来，我已经很满足了。你瘦了，更像你妈了。别提我妈，是我对不起你。我让你别再说了，你聋了吗？你怎么说话呢？哎，家属，家属，这是病房啊，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一会儿我要回去开个股东会，你们赶紧安排一下配型测试吧。我去安排。好。小瑞，别跟我演戏了。你说什么呢？哎呀，好了好了，大家都冷静一下。这位先生，我们现在就去安排。有什么事跟我的助理联系就好了。啊，这人怎么这样？连起码的礼貌都不懂吗？西星，还是你哥别这么说。就我的骨髓配不上。时间很紧，我会尽快安排你去做检查。要是配型成功，在手术之前呢，我们会给你用一些药，目的呢是促进造血干细胞繁殖，让你的身体做好捐献准备。同时，这也需要你在医院里住一段时间了。多久？具体时间要看血液科专家会诊的结果。我要确切时间。我会让他们尽快。谢谢。你现在可以去安排配型检查了。好，你在这儿等着吧，一会儿有护士会带你过去。苏总，您后天要去瑞士，时间不变。您儿子和你配型成功了。丽君，你有救了。我已经通知他尽快住院，为移植做好准备。谢谢。小瑞，配型成功了。小瑞啊，如果你不愿意，小瑞愿意，是吧？小瑞，是啊，爸。等你好了，我们还要一起去天涯海角看看呢。对。我不愿意，因为你不配。小瑞，你不能这样啊！你这样，你爸他会死的。当初他抛弃我和我妈的时候，他就该死。你闭嘴！他是你亲爸，你怎么能讲出这样的话？小瑞，阿姨求求你，救救你爸爸！阿姨求求你了！苏明君，你必须为当年的事付出代价。小瑞，小瑞，小瑞，阿姨能跟你聊几句吗？
阿姨给你赔礼道歉了。妈，你们什么都没有做错，你们不需要道歉。苏瑞，你是疯了吗？是你妈嫌弃我爸没本事，挣不到钱，跟他们单位的领导好上了。你也是个男人，换你能接受吗？不，你想干什么？这儿是医院。有。自己花园，就让我先